改善字体用下面3个方法超有效。第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把笔画写好，让笔画的呈现更稳定。第二个方法，教你把笔画微微上扬，让字体的感觉更优美。第3个方法，教你平均分配笔画，让所有的空间看起来更加均等。控笔能力影响笔画的稳定度，想要笔画更稳定，就要回头训练自己的控笔能力。用食指跟拇指轻轻的捏住笔，手的部分尽量保持放松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连串的控笔训练，帮助我们书写更稳定的线条。拿一支笔跟我一起练习。现在我们从格子的最左端出发，往右画出一条横的线，从最左端到最右端，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这个格子被你画满为止。横线的部分练习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换直的部分了。这次我们从格子的最上端往下画到最下端，像这样反复不停的再度把格子给填满。这个动作可以让长横画的线条或者是竖画的线条得到稳定的发挥。接下来把范围缩小，利用格子1/4大的范围进行线条的练习。我们要从上到下，上到下，从上出发到下，你要刹住停止，控制一下自己的力道，控制一下施力的范围，也控制一下长度。直向进行结束后，我们来进行横向。开始进行笔画时问题不大，重点是在笔画要停止时，你要做一个刹停的动作，像这样子训练自己的控笔能力。较短线条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的书写出短横画，或者是较短的竖画。接下来继续利用1/4格，我们进行斜线的练习。右上左下的书写方向练习完毕后，我们要再进行左上右下的斜线练习。左上右下的斜线练习跟一般书写惯性不太一样，所以在做这个部分练习时会有点困难度。那我们尽量保持笔画的平稳。接着每一笔之间的空间，你要大致抓相等，慢慢的书写，去抓到书写的感觉。你不只是在训练线条的稳定度，也是在训练手指头对笔的控制能力。右上左下的书写练习可以帮助撇画的呈现，那么左上右下的线条练习则可以帮助捺画在书写的时候呈现更稳定的状态。接下来锻炼手指头整体的控笔能力，在纸上画出弹簧圈。你可以控制弹簧圈的宽度，做出比较窄的弹簧圈跟比较宽的弹簧圈。你也可以试着让弹簧圈的线条加重，也可以试着让弹簧圈的线条变轻。当然，你也可以让粗的弹簧圈配上细的弹簧圈，再配粗的，再配细的。以上的这些练习都可以协助你提升自己的控笔能力。这是不稳定的线条，笔画是飘的，感觉是虚的，没有力道存在。这是稳定的线条，有力道，有粗细。你可以借由练习，让自己从左侧的字体状态进步到右侧的样子。处理完线条的稳定性，接着我们就要赶紧来处理线条的角度。把字体中的每一笔横画往上微微扬起，只留下最后一笔横画略微压回。写3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写：扬起，扬起，最后一笔压回。写齐的时候，我们会这么做：第一笔横画上扬，接着我们处理2笔的竖画，接下来的横画上扬，继续上扬，最后一笔横画
稍微压回，下方2笔点画点上。除了最下方1笔横画要略作压回，其余的横画我们都会让它维持上扬的状态。我将横画的倾斜角度画出，现在再带着你一起对比十字格中的横线，你就可以看出横画是用从左下到右上的状态，慢慢的在爬升。横画为上扬，横画为上扬，你要记住这个黄金准则。少了为上扬，字体看起来就是呆板；少了为上扬，字形看起来就不够优美。看一下右侧的旗，感受一下我所说的道理，你不得不同意，横画为上扬的确可以大大改变字体的姿态。刻意的上扬去练习横画书写的角度，久了你就会慢慢的习惯，成功的改造自己的字体。第3个方法是要让空间分布均等，要让一个字看起来就是整整齐齐，不会有凌乱潦草的感觉。对了，我是君令，订阅这个频道，我会在这里继续教你写字。空间分布均等就是均间，如何让每一笔之间尽量达到均间的状态呢？书写的流程拆分成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先下笔横画，第2笔横画，抓适当的位置下笔。第1笔横画跟第2笔横画产生了一块的空间，这一块空间要直接复制到下一笔横画。因此，我们抓大致相同的大小，在这个位置下第3笔横画。第3笔横画是横画的最后一笔，所以我们稍微扬起之后，又会渐渐拉回。不只是横向笔画，竖向笔画之间也要保持均间。余字下方有4个点，4个点画之间也要保持均间。第1个点跟第2个点之间的距离，决定了第2个点跟第3个点之间的距离，因为这2个部分会大致是一样的。那么第2个点跟第3个点之间的距离，又会决定了第3个点跟第4个点之间的距离。所以每一笔都很重要，每一笔的书写都会影响下一笔。接下来我们来运用刚刚教你的3个方法处理画面上方的这个字。先让笔画平稳，接着让横画上扬，再来让空间保持均间。那我们就要重新书写咯。先下一笔的竖画，接着横画的部分角度要维持上扬。接下来另外一笔的竖画拉直，接着横画的部分往上书写，要抓的空间均等，所以这个空间我们要平均切割成2笔。最下方这一笔补上来的时候，3块空间看起来都要一样大。接着再下一笔的撇画，再下一笔的点画。笔画稳定，配上横画上扬，再搭配均间的概念，光是用上面这3个概念，就可以大大改变一个字。如果将写字的心法每个要点全都串联起来，那就会形成力量非常强大的一个系统，绝对可以全面改造你的字体。15日美字养成班是我设计的写字课程，带你从底层的书写逻辑，直接重建正确的架构观念。这门课特别适合2种人一起进入学习。第一种是即将面对考试，需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字体的你。因为时间不足，所以我们必须把写字观念直接打掉重练，不能再东抓一点重点，西抓一点重点。系统性课程可以让你的字体马上有感改变。第2种是有求学阶段孩子的家长，从小让孩子学习写好字的技巧，
让他书写功课轻松如意，从此写字不再哀哀叫。孩子学，你也一起学，一鱼两吃，和孩子一起把字变美。别借口以前老师没教你写字的方法，现在就是学写字最好的开始。自己跟着一起学写字，当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想参考，链接在下方，目前还有限量赠品哦。想收藏这部影片，记得按赞。非常欢迎转发给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学写字吧。如果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可以帮我按下乐推荐，给创作者一个鼓励。不知道影片的尾声还有几个人在呢？如果你看到了最后，请留言，我一直都在。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